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首先呢，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呢，只要是跟心理疾病啦、人际关系啦、亲密关系啊或职场关系有关的，我们都会在这里讨论哦。如果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不要忘记按下小铃铛，这样未来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之前呢，就有人写信来问我说，我的孩子好像非常内向，不喜欢跟人家说话，常常躲在角落画圈圈，我的孩子是不是有自闭症啊？对于家长呢，可能常常会有这一类型的担心，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部分吧。我们的孩子是内向、外向还是自闭？首先呢，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所谓的外向跟内向。外向跟内向呢，其实它是一个性格的特征，也就是一个我们习惯跟人相处的一个模式。那它比较是固定的。那在人格特质方面，或者是人格性格方面呢，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是常态的。在成人之后呢，我们大部分就会比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跟人相处。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未来可以讨论一下不同的人格，欢迎帮我们在下面留言哦。我们今天大致上先讨论一下所谓的内向跟外向。其实内向跟外向一开始是心理学荣格提出来的，就是人呢会有内向的层面跟外向的层面。其实呢，在现在我们临床上面呢，我们是发现确实人都会有内向或外向的部分，但是不见得你就是完完全全都是外向或完完全全都是内向。有些人呢，他们会发现其实他们可能呢是比较是在中间的不确定的，比较是模糊性的人，他们呢可能某部分比较像是内向，但是呢在某些场合下呢他们又比较是外向的。那有些人他们可能在跟某些人相处的时候呢，他们可能特别的外向，但是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比较偏向是内向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可能就自己检视一下自己或者是孩子呢是哪一个类型。那我们这里呢讨论所谓的内向或外向呢，我们主要可以从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刺激的反应。当我们在跟外界的人相处的时候，有很多的刺激，内向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样太多了，我没有办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可以跟你谈谈天啦，可以跟一群人说话啦，或者是社交啦，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觉得哇，精疲力竭，我需要去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让自己独处一下，或者是好好的休息。那对于外向的人呢，他们截然不同。你如果让他们到社交场合，或者是到一个很多人的地方呢，他们会很自然的会想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很自然的去跟大家聊天。他反而会觉得，这让我越来越多精力，然后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好的。他需要很多的刺激，所以当你让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刺激，这样子的刺激过少，我会觉得太无聊，我受不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他们的精力的来源。像刚才有说啦，像比较内向的人呢，他们其实储存精力跟他们维持精力的方式呢，是比较像是独处的方式。所以呢，可能是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在家里休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听听音乐、画画，到大自然去走一走，有一些独处的时间，让自己能够静下来，是他们慢慢充电的一个方式。而外向的人呢，他们的充电的方式呢，则是他很需要可以去跟人相处。对于和人相处这个部分呢，不管是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是跟老朋友相聚，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会让他们感觉到非常开心，然后充满活力的事情。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则是他们对于认知，对于人的认知的那个深度跟广度。内向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们呢有朋友，但是他们可能会选择比较少朋友作为深交的朋友，所以呢他们身边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就是那么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会想要多了解这些朋友，会想要多了解这些人，那他们也比较深思熟虑一点，所以他们会常常的比较多是在自我内省啊，或者是去思考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还有关系之间的一些动力。那所以他们对于自己跟对于身边的人呢，他们喜欢的是一个有深度的了解。而至于外向的人呢，
他们喜欢是有一个有广度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今天大概能够知道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这样子其实我就很开心了，或者是我能够每隔几个月跟你聊个天，知道你最近在做些什么，这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够。我想要知道很多人大家过得好不好，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广度的一个了解。所以对于内向跟外向人，他们在朋友的方面呢，交友方式可能就会比较不一样。那听到这里，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比较偏内向还是偏外向的人呢？所以我们大概总结来说内向的人呢，他们比较是喜欢独处啦，比较喜欢就是独自在那边做一些思考的活动，那他们比较容易会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形态，也比较容易自省。那他们可能对于参与社交活动这样子的事情呢，比较不感兴趣。那外向的人给人家就是一种比较有活力啦、有生气的一种人。那他们呢比较喜欢参与活动，对于外在的世界，然后感受他们的那些刺激，他们是很需要的。那他们也比较没有办法忍受独处那种无聊感。那一样的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来看一下自己或你的孩子比较偏向是内向或者是比较偏向外向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自闭症。那其实它正确的名称呢是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是我们的简称，那中文的话呢，就是称为自闭症类群障碍或者是泛自闭症障碍。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因为他们的口语表达、社交能力之类的，我们会把它分为轻、中、重度的一个障碍。那自闭症儿童呢，确实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刻板印象当中呢，他们可能比较因为不喜欢社交，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让人家感觉他们就是比较内向一点。但是呢，其实在自闭症的儿童当中呢，他们也会有外向的那他们的外向的表征呢，比较像是说他一样会有社交障碍，一样会有口语表达障碍，但是他很喜欢跟人说话，只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好好跟你对话。那又或者是说呢，他会大声的说话，然后自己在那边说话，但是呢，他可能不知道这样子的说话方式呢，不适合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场合之类的。那所以呢，在自闭儿当中呢，他们也是会有内向跟外向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所谓的自闭儿在我们诊断过程当中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点，那可以帮助你呢看一看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先解释一下，所谓的自闭症其实它是一个脑神经发展的一个障碍，所以它跟我们其他所谓的例如说忧郁症啦，是因为我们脑内的血清素不平衡啦之类的是完全不一样，它真的就是一个发展性的一个障碍。所以在即使长大成人之后，有些人可能小时候并没有做过这样子的诊断，或者是并没有被这样子诊断出来，但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一些行为增长。一样再回到我最一开始说的，我们会有轻度、中度跟重度的差别。那其实还蛮多人是没有被诊断出来，只是因为他们只有轻度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有哪一些诊断的准则。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在社交沟通上面呢是有困难的。那所谓社交沟通上面有困难呢，你会发现孩子呢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对话。怎么说呢？例如说他可能在2、3岁的时候是口语发展期，他们其实是很喜欢说话，也会学你说话的。那从一开始模仿你说话，到最后他们其实是大脑会开始慢慢组织成一个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应该要回什么。所以如果说你在跟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你问他说你现在在画的是什么，或者是你今天去学校学到了些什么，你的孩子如果是有泛自闭症的话呢，他可能会回应的是你今天在学校做的是什么，你现在在画的是什么。他会重复你说的话，比较像是鹦鹉式的对话，而不是告诉你说我今天在学校我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哦，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可能在这个部分的表达能力就比较差一点。那另外呢，他们可能也比较不会有眼神的接触，所以呢，当你在叫他的时候，例如说 Hey Caitlin， 那他可能就会干嘛？不会看你，然后他会就是看到别的地方说干什么？他可能
会有一些眼神的回避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会训练自己开始慢慢跟别人有眼神的接触，但是对他们来说呢还是有点刺激过多，所以你最后还是会看到他有一个眼神回避的状态。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也会相对比较慢一点。所以呢，例如说像一般的孩子，如果他想要请你给他一片饼干好了，但是你不给他，因为已经快要吃晚餐了，你说晚一点，我们吃完晚餐之后我再给你。那一般的孩子可能就会用哭闹的方式来跟你要他想要的东西，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你给他一片饼干之后，一般的孩子可能就会边哭然后就开始吃了。但是呢，有泛自闭障碍的孩子呢，他们可能会拿了之后，他想要吃，可是他没有办法停止，还是在生气、大哭大闹，因为他没有办法调节他自己的情绪。他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状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回来比较缓和的一个状态。那他们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在交朋友上面通常都是会有困难的，因为他们就是比较难跟人家有一个完整的对话啦，又或者是他们听不懂人家在讲的话，或者是没有办法看人家的脸色，又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意识到别人的暗示或者是别人的嘲讽，又或者是他们的回应都太过于直接坦白，而缺乏这样子的一个软技巧。所以呢，可能在跟人接触和人维系一个关系上面呢，就会比较有困难一点。那这个跟我们在之前讲的内向的孩子呢，就有一个不同。内向的孩子呢，其实他们还蛮会察言观色的，就像我一开始说，他们其实是还蛮有自省能力的，所以他们可以看得出来。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或者是他会自省说，我们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我做了些什么，会不会不适合？所以他们其实是懂得怎么跟人家互动的。那跟 ASD 孩子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那第二点呢，就是患有泛自闭障碍的孩子呢，通常比较会有一个局限、重复，然后比较固定的一个行为模式，还有他们兴趣。例如说呢，他们在于自己的生活方面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例如说起床要先做什么，早餐要吃什么，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他们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如果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打乱了，他会没有办法接受，会非常的生气，那可能会因此而大哭大闹，又再一次的回到那个情绪很难调节的部分。他们也会非常习惯有一个惯性的一个方式，例如说有一个他的东西必须要排好，例如说书的尺寸的大小啦，或者是书的排列顺序是必须要固定的。如果你把它放错了，他会立刻察觉到，然后会很生气，会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想很多家长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呢，因为事情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安排的行程的时候呢，对这样子的孩子，其实他们的那个弹性度是不够，所以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反弹，会有很大的情绪。那另外呢，他们呢，对于自己习惯吃的东西呢，他可能会同样的东西一直吃，每天早上都是吃一样的食物，他都无所谓，都没关系，这是他喜欢的。另外有一个比较常在自闭儿跟自闭成人当中会跟我们分享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他会需要固定的一个刺激来帮助他们，也许是调节他们的情绪，但是他就是需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英文里面叫做 stimming 的方式呢，就是例如说小孩子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很兴奋、很刺激，或者是很开心，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他会不断的 flipping， 他会做同样的，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可能大家在电影上面也常会看到一些比较重度障碍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必须要这样前后摇摆。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他可以就是感觉一下自己，他必须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感官的知觉，然后来回传到他的大脑。那这是他们的一个调节的方式。那最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比较泛自闭儿童呢，他们在对于一些感官的刺激呢是特别的敏感。例如说呢，他可能对于光线的转变，他会特别的敏感，会比较难适应。又或者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他们对于声音非常的敏感，可能不同种类的声音同时出现，对他们来说是太多的刺激，又或者是太大声的话，他们也会很难接受。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们对于材质，就是触感也是特别的敏感，所以他可能只喜欢
纯棉的衣服，如果你给他买的是polyester 的衣服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人造棉，不喜欢不舒服，他会生气，然后就硬是要把它脱掉，他没有办法接受。那在成人当中呢，我们就会看到，例如说他如果很喜欢这件衣服，他可以一直穿一直穿，即使衣服破掉了，他还是可以一直穿，因为他就是喜欢这个衣服带给他的感觉，那他可能就不在乎其他的。那这是比较常见的泛自闭障碍，可能会比较常见的一些行为征兆，那也是我们在做一个诊断上面的一个大基准的一个准则。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几个部分。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咯。如果你对于泛自闭啦，或者是内向这个部分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在下方留言。那这样未来我们可以录制更多相关的影片。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呢，对你或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个赞并分享出去，这样其他人也能够收到这样子的讯息。那最后拜托咯，帮我们按个赞，然后订阅。最后不要忘记按下小铃铛，这样以后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咯。我们下一次见，拜拜。